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feel it? Feel it.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叫郭永一，今年28岁，来自辽宁大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经常跟我撒撒娇。来，10号，你展示一下。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很想你的时候，我就说，只有你陪着我了，人家好想你呀，人家好想你呀。其实也就有2下子，你夸我就很开心。他就属于会夸到点儿上。来，这是一套是吧？温柔的暴力，就是小拳头打胸口吗？小拳头打胸口能称之为暴力吗？哎，温柔的暴力嘛，小拳拳。对呀。晃手臂。晃手臂哦。晃手臂就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哦，从来不要做这个动作。撒娇太大只了，不太合适。范浩然是不是觉得这都是属于标配版？这都很正常。15号。你好，男嘉宾。如果一个女生不懂得撒娇，你会接受吗？因为我是完全不懂得撒娇的。如果我撒娇的话，我之前对象以为我是神经病。觉得他们有一个宠溺你的心，所以才不愿意让你撒娇。因为我喜欢对方叫我晴姐。走御姐路线。这我不喜欢说什么哥哥啊，什么东西我就学不来。他的这种风格呀，和那个范浩然不一样，他这属于蠢萌系。哦。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在朋友圈里与异性朋友有太多的互动。你前女友就这样啊？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异性朋友，他经常可能会发一个比较好看的照片啊。如果我在忙，他可能会跟别的男生有一些互动，但是说话很正常。但是总互动的话，又会让我感觉有些怪怪的，有些不舒服。我来问一下卢亦凡，你经常会发这种美美的照片，会有一些异性跟你互动吗？会，但是就是正常朋友的一些交流吧。我也会给异性朋友评论他们的朋友圈，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交友。我想问男嘉宾，怎么样才算多的互动呢？比如你发了个朋友圈，他立马给你评价，你俩一来一回在朋友圈里聊得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就存在感就比较低。他说的有这么个前提，前提是2个人各自有男女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不很正常吗？大家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一个女孩美美的，我说2句，人家看我发一个说2句，这不很正常吗？但是他说的是，如果各自有男女朋友，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哦，李嘉欣，男嘉宾你好，就是上大学嘛，就是有1、2个会玩的比较好的异性，比如说他发朋友圈，我看到了。就是我的评论会跟别人有点格格不入。他拍一个风景跟他自己，然后别人就会评论啊，风景好好看，我就会说，哎，你是要准备飞吗？还有一个是那种打拳击的发的朋友圈，然后我就会评论说，你打得很帅，下次别打了，就是这种口吻，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的就是频率过高，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是撒娇它是一种人格特质，撒娇的女生她也容易广撒娇。那如果在朋友圈互动的时候，她也有些撒娇，频率不很高，你可以接受吗？可以的。其实陈老师说的有道理啊，就是你如果喜欢撒娇款的那个女生，她就会可能有一点小依赖，或者渴望大家的关注和肯定。所以她的第1条和第2条在逻辑上其实稍稍有点小冲突。
可能两个希望和不希望，是我希望他更多的依赖我，而不是依赖别人。就他在外面对全世界高冷，只对你撒娇。好，来看片子。我有一个表弟，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暖男。正在说话的这个男人呢，叫孙永挺，是《非诚勿扰》今年第17期的第1位男嘉宾。在他成功牵手之后，他跟我说：“喂，我的爹，我已经在节目上牵手了，赶紧参加《非诚勿扰》啊！”我叫郭永一，是他的表弟，目前在大连交运集团做技术，主要负责汽车安全检测、审核等工作。往大了说是技术担当，往小了说呢就是技术员。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吃饭。在我的印象里，爸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每天爸爸上班，妈妈都会在门口送他。小时候，我爸妈就会把家里的钱放在哪儿告诉我，怕我用钱的时候找不着。现在我们的钱都是放在一起的，有什么花销大家也都清楚。今天我去银行了，又存钱了？当然，庆祝一下。这是我妈总在相亲群里给我表哥介绍对象，却从来不给我介绍。可能我妈觉得我不孤独吧。之前节目中，我哥说我老暖了。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暖男。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剥的第一个虾永远是放到他女朋友碗里。但这里我想解释一下，我不是一个暖男，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会顾及到周围人的感受。朋友搬家不用他告诉我，我会到他楼下直接等着他。我在哪家楼下呢？今天不是搬家吗？路过看到老太太在提着重物，我直接就会去帮一把。我觉得我就是热心肠，我们大连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来大连，我会带你春天里吃飞蟹，夏天吃虾爬，秋天吃嘎巴虾，冬天吃海蛎，再揽个海藻写事儿。这种事儿呢，是我们最爱看到的，就是台上来了一些男嘉宾或者女嘉宾，走了之后呢，就跟自己的闺蜜啊、同学啊、姐妹啊、兄弟说：“我上了《非诚勿扰》，哎呀，我在那牵手特别好。”哎，他一看榜样的力量，他也去。这是用户体验，他会推荐给其他的客户。他就是被我们以前的男嘉宾推荐过来的，在这儿坐着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牵手了之后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牵手了之后，说起来蛮巧的，方娟的那个工作地点跟我只隔一条马路。方娟是她牵手的那个女嘉宾，所以现在有时候也会一起吃个午饭啊。然后包括分享一下工作啊等等。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其实觉得，来到飞城的舞台之后，整个给我的生活的圈子，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推荐，包括我的表弟，还有我朋友，都希望他们能来这个舞台来寻找自己的缘分。对。超受欢迎，我记得那一次，对吧？留灯的很多哎。是。都是实在人。哎，你们俩长得还挺像的。你们是父亲那边是兄弟？他是我表弟，就是他的妈妈是我的姑姑。哦，姑妈妈。对。你们兄弟是几个来着？我们兄弟4个这边。还有2个呢？还有2个堂弟，是年龄还没到，也快了。没事，让他慢慢长。团购客户这是。没几天就来了吧？来，谢谢。刚才说到你们家里边人，导演跟我说，好像你家里边还有发视频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儿子呢，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经常会在我比较辛苦的时候呢，主动帮我承担家务。他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在我和他爸爸比较辛苦的时候呢，他会道一声爸爸辛苦了，妈妈辛苦了。儿子，今天妈妈想借助《非诚勿扰》这个舞台和你说2句话。爸爸妈妈陪你一路走到现在，但是因为爸爸工作忙，你几乎是妈妈一手带大。妈妈谢谢你一路的陪伴。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你而精彩。希望你今天能够借助这个舞台，牵手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看完妈妈的这段话，我特别的感动。你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如果有机会，咱俩可以成为兄弟。
希望你今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加油！谢谢你，老弟。 23号。哦，你好，男嘉宾啊，我刚刚在 VCR 里面看到你跟家里人的钱是存在一起的。那以后你已经找到另外一半，然后你有一个家庭，然后到时候你会怎么分配？你会不会突然就是说，哎，我家里面有事，然后就不管自己的家庭，就要拿钱回家里面这样子？那是不会的，因为女生的家庭和我的家庭合起来是一个大家。我觉得我更希望的一种是有什么开销的话，一个大的家庭来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这是我最期望的一种状态。好的，谢谢。4号。哦，男嘉宾你好啊，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对女孩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构想呢？我希望我们俩是互相理解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喜欢惯着自己女朋友的，我觉得自己的女人就应该自己好好宠着，自己好好宠着。方子怡。男嘉宾您好，刚才有听到您有剥虾习惯，那您是对您身边的所有朋友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只对你的女朋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您好，刚才有听到您有剥虾习惯，那您是对您身边的所有朋友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只对你的女朋友？想好了再说。我觉得我哥说我是一个暖男，而我觉得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只会对自己的女朋友好，还有身边的人好。身边的人包括女性朋友吗？其实如果我有女性朋友的话，会对她好一些。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女性朋友。好的好的。来看下一条。上一段感情，我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结束后一起在路边等车。车还有多久到啊？还得一会儿呢。那我能加你的微信吗？好呀，正好我还怕车来得太快了呢。原来他也对我一见钟情了。2天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相处一段时间后，他经常突然变得阴郁，好像憋着很多话在心里。我问他，他又说没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总是会捕风捉影，脑补很多事。他总会在最开心的时候想起我是不是跟前任也有相同的经历。我知道他是因为在意我才这样做的，但是呢，时间久了呢，我又会觉得有一定的负担。即使我对以前的事从来都不敢去提，不敢去触及，但是有时候也会让他想起来这些事儿，就让人的压力挺大的。两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现在怎么去爱对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在感情里，我是个细致的人，很会替女生考虑。她跟朋友聚会，我会开车接送她回家。生活中，她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会帮她解决。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担心，这样会不会把她宠坏了？对于理想的另一半呢，我很喜欢笑嘻嘻、会撒娇的女生，我觉得这让我作为男朋友会更有存在的价值。但这样的女生，她只有在梦里出现过。期待这次可以遇见笑嘻嘻的你。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3号女生，我来自江苏南京，现在目前是一名架子鼓老师。我刚才看到 VCR 里面啊，你说你就是又喜欢撒娇的女生，但是又不喜欢女生爱捕风捉影，可是喜欢撒娇的女生平时就很爱捕风捉影啊。范浩然回应一下。
不是，我不同意上刚才那个女生的说法。我撒娇归撒娇，但是我从来不会捕风捉影，就反而很善解人意，很包容。真的呀？嗯。好，你没事了，来，你继续说。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撒娇的人，但是我就是平时就是一边撒娇一边作吧，这个怎么去权衡呢？他嘴里念念有词，先预讲2句，然后再开始。问到他知识盲区了。作这个概念显然让他有些迷惑。就是我会一边捕风捉影一边撒娇呀。撒一种作娇。对。我觉得撒娇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在我们相处很愉快的时候呢，撒一撒娇，我觉得会让我感觉到温馨幸福。但是作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作呢？为什么要作呢？就是比如说，带我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你表现出对这个餐厅很熟的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吃着吃着，忽然就会问你啊，你是不是带别的女生来这里吃过啊？哎，这就叫作。对。哎，你怎么回应呢？吃你的呗，就多吃点就好了嘛。多吃点嘛，然后再给你加2份甜品啊，心情好一些，吃点甜品嘛。那我就会问你，是不是也给别的女生这样点过甜品啊？你就问他，你是不是也跟好多男人出来吃过饭？同样的话，你是不是也问过其他很多男人？撒娇是有的放矢，作是无中生有。马宇哥。男嘉宾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我昨天刚好刷到一个对于异性关系的量级表，第1级别是你们只有微信，但从来不说话，只是见面打个招呼；第2级别是你们有微信，有工作上的交流；第3级别是除了工作之外，在朋友圈还会互相点赞；第4级别呢是你们有共同的圈子，偶尔会一起出去吃饭；第5级别你会记得他的生日。你把第2级别复述一遍给我听听是什么？工作之间有交流。第2级。对的，对的。你可以接受你跟比较好的异性到哪一个级别呢？3级最多了吧。好的，谢谢。1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在 VCR 中看到你跟你有一任感情中的女孩子说，你们俩在认识2天之后就确认了关系。我想问你一下，你很短的时间就对她也可能不是还很了解的时候，就确定还可以在一起吗？我蛮相信一见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看人还很准，我觉得她是一个挺正直的女孩。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会在生活中慢慢消化。好的，我知道了，谢谢。4号。男嘉宾你好，刚才那个 VCR 中有提到宠和宠坏，我想问一下，宠和宠坏之间的一个界限在哪儿？打个比方吧，可能我经常接送她，她开始会觉得，很幸福。时间久了，可能哪一天他觉得啊，你就是应该来接送我，他把这个当成这种习惯。时间再久一点，可能我已经到了他家楼下，他还得让他等他一会儿，我觉得这种体验就很差。那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呢？你会对他发脾气吗？我会忍着脾气，但是有些情绪也会不自然的流露出来。来，4号灭灯的原因是？男嘉宾，刚才你有提到哈，就是如果是你女朋友对你所付出的不感激，然后你会选择隐忍。我认为隐忍不是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就是学会推拉适度啊，比如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他很开心，那么下一次你可以选择让他等一等你。我觉得你这个处理方式我可以受用一下。他刚才那段表述应该勾起了很多女嘉宾跟前任的某些回忆。是的，就很多感情在开始转弯甚至下滑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们突然间跟某些不好的情愫产生了快的联想，所以快速灭灯。最后那句话其实是一个灭灯的转折点，就有句话说我会忍着，但会不自然的流露。对，这种状态忍着某种负面情绪，然后又不自然的流露，一下就让他们想到了很多的过往，这会很危险。下次也许可以试一下另一种方法，就是当负面情绪已经在你身上出现的时候，坦诚的告知。因为每一份好都需要一份回馈和感激。如果他足够爱你，他会给回馈的。谢谢老师。我告诉你，没有宠不坏的男人，也没有宠不坏的女人。这个里边关键是要建立势均力敌的平等关系。这个势均力敌不是比谁有本事，指的是相互吸引度。你对他的喜欢程度和他对你的喜欢程度，你要评估一下是不是足够对等。如果这个不对等，会导致什么？我到底楼下等半个小时，等半个小时怎么了？你就不能等吗？我忍，那下次就有可能等1个小时，1个小时都等了1个半小时，为什么不能等？这次发火了，说明你变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女生大多数对他们上杆子要去追的男生，他们是不敢这样的，他们怕一作就没了。他想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他知道要怎么维系这个关系，所以要评估2个人的吸引程度，才会导致在一个关系当中，既保持着相爱，也保持着应该有的尊严。喜欢嘛，也要对等。我想表达的就这么个意思。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feel it. 大家好，我叫宋武尧，来自江苏南京，今年3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跟我一起尝试新菜品。15号。你好，男嘉宾。我平常自己也会研究一些食材，特别是饮料。这个就是我餐厅的中间那一个火焰奶油布丁，是我自个研发的。哇，我好喜欢。哦，这是你的餐厅是吧？啊，在广州。啊，哇哦！该不看上去确实还可以。17号，男嘉宾好，我叫刘新慧，今年24岁，在重庆工作，做的是央企的签约专员。我其实想问您一下，就是你会不会给我吃黑暗料理？我觉得就是，在邀请你就是吃我做的饭的之前，这些菜一定都是经过检验，我才拿出来给您吃，这样子。嗯，好的，谢谢男嘉宾。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另一半对我横加指责。17号，你开车的时候，旁边有人会指责你吗？我不会开车，实在不好意思，但是我比较反感路怒。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开始生气，然后我就很害怕。我觉得我开车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即使遇到就是很不讲道理的人，我也会就是比较柔和。6号，
我看到你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你之前开车的时候是有朋友或者是之前的女友，就是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对，这个就是有一点以前的阴影啊。比如说我被别人别车了，我让别人，他就说，哎，你这个开车好慢啊，真的一点没有男子气概，你应该超过他啊。所以就是这个就让我很困扰。看片子。每一只猫都有一个摄影梦，拿起相机，按下快门，生活的美好被我记录下来。于是我决定开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一些个人写真。好吧，我说的是我爹宋路遥，一个热爱生活的大男孩。本科毕业之后回到南京，在新媒体公司做过微博运营工作，但是他实在太喜欢摄影了，之后就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他觉得摄影最重要的是氛围感。事与愿违，工作室没能走上正轨。它是一株行走的猫薄荷，总是让猫情不自禁地靠过去，典型的吸猫体质。它叫我赛艇，我们已经一起生活3年了。我爹真奇怪，会给我穿各种衣服。他不知道猫是不用穿衣服的吗？他最近好像在健身，买了好多鸡胸肉，但是都给我吃了。赛婷，你有一根胡须歪了。他是一个超级细节控，你看我们家的家电全都是一个品牌，再看那个垃圾桶和垃圾袋的颜色都是搭配的。这可能跟他的家风有关系，他的父母很开明，不会过多干涉他的生活，偶尔他们会来家里吃个饭，所以养成了一切细节自己做主的性格。他热爱生活，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事情，尝试考过潜水证，玩过滑雪，也练过剑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个对象。赛婷，你是不是该洗澡了？洗什么澡啊？赶紧给我找个妈吧！1号，男嘉宾你好，刚刚看 VCR 里面说你很会摄影，那请问你会帮你的女朋友拍很多氛围感大片吗？会啊，我之前就是做摄影工作室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走小众的路线，然后去喜欢拍一些氛围感、一些港式的一些照片。那我还挺喜欢拍氛围感照片的。谢谢。方子怡。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刚才有看 VCR 里你比较喜欢玩摄影嘛，那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喜欢玩摄影的男孩子，他们都会经常的出去拍妹子，这一方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喜欢玩摄影的男孩子，他们都会经常的出去拍妹子，这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玩摄影应该是从14、15年开始，然后就开始做工作室了。其实这么多年，主要是把那些妹子，然后帮他们找到自己男朋友。所以如果说这一方面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来到非诚勿扰舞台上。你说到玩摄影的人身边就有好多妹子，这个我稍微说2句，因为我也喜欢玩这个。我告诉你，玩摄影的人群很广大，它分好多类。有一类，比如说他是拍平面的、拍模特的、拍婚纱的、拍产品的，那是挣钱，没得挑，这是干活的一类。另外呢，一大类的爱好者。爱好者他分哪些呢？比较初级的，拍女朋友、拍娃，这是一大类。还有一大退休的老大爷，拍荷花、拍鸟。你说的那种长得美的，那不用找，长得美的那些妹子身边自然有几个摄影水平超群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4号。
男嘉宾你好，刚才呢你有提到你是非常注重细节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是不能接受女孩子有哪些细节就是做的不够好的，你不太喜欢的？其实我这个细节啊，主要是律己，对别人都是很宽宏的。所以如果我说我希望，我就希望女生能够尽量得体一点，比如说出席什么场合，穿着打扮应该合乎那个场景。谢谢。好，看下一条。我经常想，该给赛婷找个妈了。当然，最关键的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陪伴。我曾经有2次这样的缘分，但也只是有缘无分。第一段感情是在广西读书期间，他来我们校区蹭钢琴课，就这么相识了。那个时候，我去10公里外他的校区给他煲汤喝，每次都会在一棵大树下分别。但是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单纯的付出不能换来长久的感情。初恋之后，往往就是一段深沉的恋爱。在大3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学姐。嗨，学弟，今天图书馆开了吗？恋爱谈了4、5年，这个学姐性格比较倔强，越是不让她做的事情，她偏要做，所以我一般都比较顺她意。但有次她竟然说要去相亲。行，那我就去相亲。我觉得她再也找不到比我还能包容她脾气的人，所以我很自信地放手让她去了。后来2个人实在无法磨合，就分手了。有一次我出差，他给我打电话想要复合，我积压多年的情绪一时上头，嘴硬说自己已经高攀不起，不了了之。直到那一次我摔伤了，第一时间没有打给父母，而是打给了他，但是他说他已经订婚了。所以爱情里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坦诚。我也有过一些有趣的相亲经历，父母比较注重女孩的工作，所以他们介绍的相亲对象一般都有很稳定的工作。领导介绍的，我压力就超大了。不光要给女孩一个交代，还要给领导一个交代。因为好奇还去过玄武湖的相亲角，被大爷大妈团团围住。其实我觉得女生的家庭教养很重要，两人在一起聊共同有趣的话题，期待和这样女孩相识。发生什么事儿？这一眨眼就剩2个了。就分手了之后，女孩来找过他，但他嘴硬。后来他在脆弱的时候想到人家已经订婚了。哎，不要再说了。17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刚才就是有一点我在犹豫要不要灭灯，就是他刚才说他喜欢那种和他家庭比较相配的女生，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一定是要相配的，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看这个女生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为什么说可能比较看重家庭，那是因为就是家庭是一个人第一个学校嘛，所以就是对他成长是很有帮助的。17号啊，留灯吗？不好意思，南佳。我想对男嘉宾说2句。我发现你在台上笑的时候比较少。啊，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平时工作嘛，然后就是这种环境下不苟言笑比较多啊。我能够感受到你好像是一个带着标准成长的人，你很害怕被标准化。比方说你开车不喜欢别人挑剔你，但是慢慢的你就变成了那种规则，又变成自己一个内化的要求了。你做任何事情也很有规则，很有自己的标准，所以是不是这种强调的多了以后人会不快乐？就是我是这么一个猜测哈。对，就是因为以前觉得，可能择偶嘛，有一点自己的这个规则，可能更好去能找到那种人，但是其实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其实我更希望是那种在规则下可以，突破的，就生活中有2面的人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感情也想丰富起来，可能要跟人放松一点有关系啊。对，是的。好吧，再见。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老师们好，观众们好，还有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张希，今年25岁，来自江苏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长得很帅。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是一位非常喜欢小狗狗的女生。喜欢小狗狗的女生举手看看。90%都喜欢了。哇，为什么对喜欢狗那么重要呢？因为我希望她是一个比较有爱心一点，比较善良一点吧。他有爱心，但他怕一切动物。好。那些狗是这狗谁的？你的是吧？哎，对，这个是我的这个狗，这个狗叫做小 M。哎，长得跟你还有点像。这个狗跟我长得有点像啊，确实有一点。哦，好小。哦，对，非常的小，对。茶杯犬。对，差不多。男孩喜欢这么小的狗的不多哎。是吗？那可能我有一个少女心吧，有可能。2号。Hello， 男嘉宾，我也特别想分享我家的鬼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哇，这个是八哥是不是？对。然后我叫他鬼哥，因为就大家可能没想到他的名字叫丑鬼。但我觉得他长得很帅，然后就是他也至今单身到现在5岁了，就也没找媳妇儿。那你家的狗和他养的狗好像风格类型差得很大。对。那会不会因为狗狗玩不到一起，2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呢？不会。这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对，因为喜欢狗的人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交流的。这个我还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有些很多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要单身的话养条狗，确实在遛狗的时候会认识一些姑娘。然后呢，你去加那个附近的群，哎，你要出个门出差3天，有的寄到店里边去，你说，哎呀，店里边太贵了，1天要100块钱，哎呀，你家有条狗，我能不能放到你家放几天？你看不就认识了吗？有经验。可以。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喜欢就是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像挂件一样挂在你身上的女孩。在家可以，在外面的话，很多人的话，你挂在我身上有点，你不大像样子嘛，对吧？20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您的前任有过让你有如此困扰的事情吗？这个并没有，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就是过分的举动吧。比如就是抱一下嘛，在公共场合，我就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呀。对呀。可能你个人习惯吧。17号。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有点担心，你觉得你不希望在公共场合就挂在你身上，是不是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啊？这个并不是，这个没有，牵手可以啊。但是就是情到浓处，哎，我就特别喜欢突然搂住别人的腰，我就喜欢这样，我就会像个挂件，但就是很一触即分。偷偷挂一下嘛，轻挂一下，浅挂可以，浅挂可以。我就想问一下，经常也有一些网上，我听到有些人吐槽，我看那个网上吐槽的其实是女生比男生多，这是什么心态呢？陈明，你分析一下。这个不舒服的呀，家里不养狗狗，走在路上被人塞狗粮，你心里也不舒服啊。
我有时候很好奇，就是大家对公众场合亲热行为的尺度界限其实还蛮大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牵手，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但是可能比如说拥抱，拥抱我觉得很正常。对，再比如说长时间拥抱，如果拥抱也很正常。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就在想，到什么程度是我这种人受不了的？我反正就一条，不要引起身边大多数人的不适。行了，看片子吧。在街头唱歌的话，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落魄，但是非常的自由。这好像是我跟世界的一种沟通方式吧。我在街头唱歌的话，应该已经有半年了。一般直播时间的话，在7点到凌晨1、2点这样。只要你点什么风格的歌，我都会唱。上半夜的话，主要是唱给直播间的人听的。然后12点之后，我就静静的在唱给我自己听。路灯下面还会起一些雾，那个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在跟我自己对话。周末我会去人比较多的一些大广场上面唱。走，出发。小时候，我妈还有我亲戚都说我嗓门特别大，就哭起来那个嗓门特别大，然后就说可能比较适合唱歌。然后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举行一个十佳唱歌的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一下，然后就拿了个第1名。毕业的时候顺理成章的就考上了那个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先是在酒吧驻唱，后来我就尝试想在街上唱歌，他们会真的因为喜欢听我唱歌而停下来。有的人听1分钟，有的人听1首歌。但是不管有多久，我都会非常的开心。我这个人的话，平时话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唱起歌来的话，我觉得能跟他们还有这个世界能产生联系。未来的打算啊，我内心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开一个万人的演唱会。对，有时因为唱得太开心，回到家久久不能平复。会睡不着，我就会开1瓶酒，选一部电影，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我平时不大喜欢一个人待着，空闲的时候我就会约上3、2个朋友一起热闹一下。我是那种性格比较活泼外向的男生，希望在台上遇见喜欢听我唱歌的你。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还蛮让人觉得羡慕和喜欢的那种。我觉得在路边唱歌比较自由，而且很落魄的感觉。很什么的感觉？很落魄。比较喜欢街头流浪歌手的那种感觉。哦，他是喜欢这个劲儿。对对。这个我接触过一些街头艺人，他可以参加那种殿堂级的节目，无论光芒多么耀眼，最后完事之后，他还回到街头，他享受这种生活。对对对，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不是大师啊，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那你最后又说了一句，你想开万人演唱会，梦想嘛。彭瑞，男嘉宾你好，你刚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眼熟，然后你说你是唱歌的，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之前有在弘扬广场看。对对对，是我。哦。很多人围着看，而且唱的特别好听，我只能在很远的地方，因为挤不到前面。啊，这么多人吗？应该比现场人多一点。哇。很多人很热闹的。谢谢。给我们唱一首吗？行。哇。这首歌叫做《漠河舞厅》。我听过这首歌。来。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给我们唱一首吗？行。哇。这首歌叫做《漠河舞厅》。我听过这首歌。来。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坠入我心魄，你什么都不必说，夜风惊扰我。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忽然倒塌，城市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乘风入海吧，乘风入海吧。好听，好听，好听。很专业，也很好听。这个故事也很感人。是的，是的。陈明，要不要把这个故事简单说一下？歌手刘爽到四面八方采风，然后去到了漠河，到一个舞厅里跳舞，看到一个老人总是一个人跳，他就很好奇，就跟他聊，然后老人提到了说，妻子在很多年前80年代的时候的一场火灾当中丧生了。他之前最喜欢就是跟他的妻子到这个舞厅里来跳，后来有这么长的时间，20-30年的时间里，他还是会每天来到舞厅里，一个人假想他的亡妻在他的对面挽着他的腰，然后伴着音乐起舞。刘爽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当天晚上就思如泉涌，然后就写下了这首作品。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这首歌在去年突然一下就爆红，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首歌火了之后，很多人蜂拥而至去了这个舞厅，去看，去拍，要去认识这个老人。当这首歌红了之后，这个老人再也不去跳了。他这一下在我心目中的那种受感动的程度，一下又到了另外一个高度。是，就是把那种怀念永远就封存在只有自己的空间里，这是更让人尊敬的一种姿态，带给我们的那种触动会更大。14号。我也有一首就是听10遍，然后8次会哭的歌，名字叫做《父亲的散文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非常的感人那首歌。对，非常非常非常的感人。让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台上有2个父亲。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我就随便清唱一段好了。OK。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好听。他唱得很好哎，我的天哪！父亲老得像一个影子，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都有生理性的反应。是这样，我父亲因为是一个军人，然后他是很少会对我表达爱的，就是他很少会说我很想你啊，然后我很喜欢你啊这种话。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有一次我初中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听话。然后我有一次放学回家，就我父亲没有说过我什么，大概我们吃好饭吧，他坐在外面一个人在那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是我的错，然后是我没有好好教育你，然后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这么叛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暗暗的下定决心，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样我觉得才能对得起我的父亲对我这么久的教育，是这样。
你如果把一定要出人头地改成我一定要幸福的生活，可能你父亲更想听到。黄澜又想起自己爸爸。不，就是没有我特别理解他说的，就是我们的父亲好像不太表露他的内心的柔软和脆弱。其实我在想，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有一些痛苦和柔弱的那些点，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展现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恰恰情感都是在那最柔软的那一刻才完成了交流。如果我们的父亲都能够活得再自然一点、放松一点，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幸福一点。孟老师，你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吗？我会给他发条信息的。孟老师，你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吗？没有，说不出口。我要说爸，我爱你，他会觉得你得什么病了吗？邱老师说过吗？没有。男嘉宾有试过吗？没有试过，我甚至连一个拥抱都没有抱过。是吧？我有时候确实有种困惑，就是过去这2、3千年是有一个固定的范式的，父亲这个词跟某些的行为模式是高度绑定的。这个时代显然已经变了，这是巨变期的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这种空窗的阶段，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在摸索。我有期待，我期待我的女儿可能未来会跟我说“爸爸，我爱你”这5个字，而且会用更平常的语调来说。而且我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范式，应该不同性格、不同家庭、不同类型的孩子，可以更自由的有自由的一种表达。好，看下一条。晚上好，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问我前女友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去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能帮你决定，但是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我有一个相处4年的前女友，这4年我们非常的相爱。我是在那种感情中不大会懂得浪漫的人，但是我会用实际行动去照顾她。可是后来我们有一次冷战，将近1个多月都没有联系。等再联系的时候，她已经是别人的女朋友了。我当时也很难过，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如果有一天她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想我应该会去，因为我觉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可以抱着祝福的心态去见证她的幸福。有一个人问，我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很忙，但是女朋友让我天天陪着她，我该怎么办？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段时间我每周要工作6天，只剩1天，我累得只想躺在床上。她那时候就希望我多花点时间去陪陪她，但是我没能照顾她的感受。当我失去这份感情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完全可以跟她好好的去沟通沟通，去跟她说，给我1年时间，我把工作基础给打牢。这1年真的对我非常重要，也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我想，当时她应该能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吧。咱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就下播啦。你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我向往的爱情，我希望她是一个单纯的、善良的女孩。我们可以共同开一家音乐小酒馆呀，有客人的时候我可以唱给客人听，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唱给她听。我想就这样跟她度过简单的一生，我觉得非常的幸福。有哇，
3号。Hello，男嘉宾你好，我是3号女生。你好，你好。然后我也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就是看了你的2段 VCR 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很像。就是你做的那些工作我都有做过，包括我之前在合肥的时候也会有我自己的乐队。哇，哦，很棒，很棒，很棒。然后你向往的也是我向往的东西。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另一个我。慢慢细存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的在一起，慢慢我想飞着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参加过前男友婚礼的女生举手，我看看。一个都不去啊？一个都没有啊？啊，有一个，哎有一个。对不？他不一定去，他说话他2号。我是那种邀请我前男友结婚了一定要叫我去的人，然后他们都不叫我去。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去呢？怕你砸场子啊？不是因为他们的现任不能接受我，但是如果现任能接受我的情况下，我都是很乐意参加他们婚礼的。因为我的前任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了，现在。19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和你有一个很相似的经历，我和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一起3年多，将近4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也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就分手了。如果他结婚，他愿意邀请我，这是唯一一任是我愿意就去参加他婚礼的，因为我也希望他过得特别好。OK。你呢？你觉得？要是我的话，刚分手的时候，我是肯定是非常生气，我不可能去他的婚礼。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释怀了，现在我觉得去一下也无所谓嘛，我肯定包一个最大的红包嘛。还可以献一首歌。对，你可以唱3首《成全》呐，《嘉宾》呐，嘉宾，对，都很多很适合。马宇哥。我是不会去的，但是男嘉宾你不但要去，你居然还要包个大红包。我才不要把我们的钱给前任。人可以去，钱千万别去。那现在参加婚礼，你人去钱就得去啊。我不管，我不管。不管啊，可以。哎，但我觉得他如果对前任有祝福，说明他是个很大度的人呢。说明走出来了。哎，最关键的词在走出来了。1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在 VCR 中看到你说你希望跟你未来的女朋友说一起开一家小酒馆，那你是会把你的爱情跟事业放到一起吗？应该会吧，因为我开酒馆的话是跟他一起开。可是这样你们的爱情中就掺杂了利益啊。那我出钱，他负责收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牛。最后一个问题，方子怡。男嘉宾你好，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您的另一半他是一个白天工作，比如我到晚上7、8点下班，然后您的工作都是在晚上嘛，那你怎么去协调就是工作和他相处的时间呢？我可以调整时间啊，只不过这个东西是弹性的时间。哦，好的，谢谢。现在留灯的是3号、9号、19号，上去灭掉1盏灯回来。有请3号、9号。
看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多好。张希的智推女生是6号陆纯。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性格大方、淡定洒脱，行动力极强，做事喜欢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感觉。感情当中有一点被动、慢热，但是内心非常渴望与对方有情感的连接。一旦确定了，就会非常大方地为对方付出，认真对待。女生非常的浪漫，而且有情调，传统有爱心，注重仪式感。感情当中很在意对方的诚意和态度。两个人在一起的初期呢，女生的热情浪漫会感染到男生，同时女生也会欣赏男生的自律。进入到关系之后，会是热烈而富有激情的一对儿，两个人都喜欢过甜蜜的2人世界，供2人参考。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方子怡，没有抵抗力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爱情，你选一个。2。不喜欢异地恋，不喜欢控制欲太强的男生，最讨厌说到做不到的男生。范浩然，憧憬的恋爱美食女孩，泪流成河。选1。希望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恋爱仪式感，且双方能一起过各种节日，还想和未来的他一起去读博，重新感受一下校园恋爱。陆纯，恋爱中爱做的事，喜欢这样的你，色彩世界。我选1。喜欢给他洗衣、做饭、剪指甲、掏耳朵，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也是2人亲密关系的最好证明。服务型人格是吧？这太明显了，这。徐应琪，音乐少女，一个狠人，跟着感觉走。2。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天天去吃，直到吃腻为止。如果减肥就超级自律，一下减重10斤不成问题。所以想找一个可以控制住我的男生，让自己不要那么狠。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那个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真的假的？是真的，是真的。来，你们来吧。就是没有什么创意，然后唱歌也不好听，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好，第2遍开始。第2遍开始。范浩然。我本来也想给你唱生日歌的，然后他唱过歌了，我就祝福你找一个喜欢你的，然后好好在一起。心动女生的祝福。哇哦，谢谢谢谢。男嘉宾你好，然后我就最简单的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早日实现你的梦想，谢谢。谢谢谢谢。3号。我有点紧张，就祝你生日快乐吧。谢谢谢谢。最后再给爆灯的3号一点时间。就是刚才从你一上来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小姐妹，然后她们就在说，哎，徐英奇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因为我很喜欢双眼皮的男生。
我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重申，我一定要找一个双眼皮的男孩子。对2这个数字情有独钟。我觉得长相你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包括看了你的 VCR， 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包括我也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啊，喝点小酒，然后听听音乐，好，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做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拒绝你，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做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拒绝你，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左边那个。哦，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哦，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谢谢。再见。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木木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方浩，来自湖北武汉。哦 ，Hello。好像。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做志愿服务。马宇哥。男嘉宾你好，这边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志愿者服务是一定要服务于某一类人吗？没有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公益活动或者社会活动都 OK 的。那如果是救助小动物呢？可以啊。也可以的是吧？对，我参加了一个小动物保护协会。好的好的，谢谢男嘉宾。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忽略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24号。你指的这个生活中的是一些细节是吗？这个小确幸？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下班了，对吧？你看到路上有一只猫、一只狗，平时可能你注意不到，但今天我发现了，然后感觉它向你贴过来，然后在你身上依偎着你，那我觉得其实还挺感动的。对，以前我也是会这样。下班的路上啊，我会因为一片树叶或者一只蜗牛，然后进行拍照留念。这也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小美好吧，我是这样觉得的。对的。哎，我好奇男嘉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这种小确幸呢？拍照或者写一首小诗？当下可能会拍照，然后也会打开备忘录，记下今天某一刻的一点小事情。一点小思绪、小感受都会在做一个对文字的记录或者图像，这个很好。来看片子吧。好的。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一路人生，去开拓，去期待，去热爱。我叫方浩，27岁，地产公司商务经理，刚进营销部门。只用1年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武汉地区第3名。工作虽然辛苦，但生活总是充满惊喜。加班错过了末班车，我发现喧嚣过后静谧的街道，
工作熬了大夜，让我邂逅了城市的日出。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我开始为自己的圈子做减法，像朋友的生日聚会，这些我能推就推掉，剩下的时间我会留给家人和好朋友，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20年的那个春节，我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协助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知不觉就做了2年。这2年我觉得变化还很大的，烦恼肯定是有的，但是总会有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温暖。生活中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热爱运动，所以我爱上了小众且需要团队协作的腰旗橄榄球。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下班后换上轻松的运动服，奔跑、攻防，在一阵阵欢呼喝彩声中，将生活的烦恼抛之脑后。运动过后，一顿宵夜必不可少。澳洲门口的吊子鹅汤，27路上的牛骨头。我是朋友圈中的宵夜军师，朋友们拿不定主意，一定就会想到我。如果未来的你也是一个爱吃美食的女生，那么你只要跟着我一起，就能吃遍整个武汉。这个运动我还头一回听说。对呀。腰旗橄榄球，它和传统橄榄球的区别，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传统的橄榄球它会有装备，然后有碰撞。腰旗橄榄球它不需要过多的装备，一个腰旗一个球，大概10到20个人员。怎么就要赢了呢？如果你是攻方，你的目标就是把球带到对方的端区。触地。对。如果你是守方，那你就尽可能的把持球人的腰旗拔掉。那本次进攻它就属于死球，需要再次发起进攻。你要不要找个人给你展示一下，让我们看看？来。你的目标就是拔掉我身上的腰旗，两边都可以，我会分别挂在腰的2侧。好，开始。Round 1。哎呦，哎呦，哎呦，哇，哎，厉害呀！反过来一局，女生绑上。Round 2。哇！这事儿我怎么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呢？打我身边给我嘣儿拽下不就完了吗？他们刚才应该没有采取更多的什么晃动啊、假动作啊。对的，因为可能现实比赛中，他不可能站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去持球过。我也会有一些战术，可能我会往这边跑，可能我会跑 G、跑 Y 或者跑 S， 都有可能。并且会有队友协助我做假动作。啊，能在地上翻滚吗？这种？可以翻滚，你的球不掉就 OK 了。但基本不会翻滚，基本是持球跑。是的，因为翻滚速度太慢了。对的。5号。男嘉宾您好，就是我听你讲话，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是湖北人，然后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好像比你标准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你是完全前后鼻音不分的那种。你能分清了吗？就是牛年牛奶，牛奶奶爱喝牛奶。就我自己是分不清楚的，你可以吗？我应该也分不清楚吧。陈明老师可以分清楚吗？牛奶、牛郎啊，还是呢？
但是你们俩的问题，鼻边音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平翘舌的问题。你刚才那句话也蛮可爱的，你说我比你标准一点点，标准，真的是很标准的，嗯。卞秋月，那男嘉宾你好，刚看你的 VCR 里面有说那个你非常喜欢美食是吗？我很喜欢美食，也很喜欢做饭嘛，就是我会关注很多跟美食相关的纪录片。哦。印象最深的是叫《过早》，对，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我就觉得过早的美食有好多好多啊，我已经不能想了，要流口水了一些美食。是的，武汉这边过早就是他们吃早餐的一种称呼，然后每条街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百年老店或者是传承的老店，包括藕汤啊，刚刚视频中提到的，这个我可喜欢了。这个就是吊子藕汤，陈明老师应该看到过。每家都有。小时候姥姥姥爷在一到周末周日就会煨一个冬瓜排骨汤，一个这个排骨藕汤，所有的家里的2代3代，然后全部聚集到一起，然后吃一大顿。早饭就吃很多吗？早上的种类很多，路边一个小店，早餐的菜单有40到60样。那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饭呢？很快。过早的，你听这个“过”字，它咻就过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武汉人就特喜欢拿在手上吃，就到那儿买了拿着就走。所以你看热干面没有汤。哦，为了方便。我觉得跟这个码头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就是您这夜宵的频率高吗？其实不高，我可能比较喜欢吃美食。吃美食。刚才没有说，我还没注意他这个思维。因为我就是从来不吃夜宵的，就很少，一年差不多吃夜宵次数也不会超过3次。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子的，你会？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想吃，我会给你做。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我代谢比较快，少吃多餐，一般是这样的。明白。他说这个给朋友圈做减法，认为自己朋友圈通讯录人比较少的举手，我看看。范浩然有多少人？就不到100个。啊？不到100个人？啊。全是你们家亲戚？我亲戚的微信很少，我只有特别好的朋友才加微信。然后别的就是随缘。可是你历届的毕业的同学学生数都超过100人了，这同学你都不加？我高中的时候，我爷爷是我班主任，我没有手机。哦，这个就好理解了。哦。然后你看，就100个人，你朋友圈多少人？有1000多个人，这比较正常。现在正常啊。我都以为我自己算少的了，其实也不少了，这跟他一比就多了。2号。Hello， 男嘉宾，就我朋友圈有5000个，也有过想法，就是去做这种朋友圈的减法，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其实我提到的这个减法不仅仅是指微信的朋友圈，而是指我自己的社交的一个生活圈。微信去做减法，其实我很少去做这个动作。我加到你的微信之后，可能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会把你设置为免打扰。我特别怕我的微信有消息提示。我生活中其实会有做减法，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人数很多的时候，去删也会觉得不礼貌嘛。对，确实。然后的确想寻找这一方面的减法。OK， 谢谢。陈意涵。我是每3个月就会清理一下，我觉得就是不常联系的，或者说也没有必要留着的，我就会把他们删掉。包括还有一些群嘛，我觉得也没啥必要的或者什么，我就会退群。但我好像很难做减法。甚至有些朋友去世了以后，有时候偶尔翻到他了，哎呀，就默默看一眼，好像也是一种纪念。去世的确实，我也有留着的习惯，你会留着而且我很早录过的一档节目当中的战队导师是李咏老师。后来李咏老师去世了，但是他后来很久，基本上每年我还会给那个号发生日快乐。哎呀，好感人啊！就是我很理解黄老师说的，是某一种存在。对，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些存在。
好，来看下一条片子。感情中，我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不想要没有物质基础的闪婚。曾经有一段感情，我们相处了半年，他提出要结婚。在他的想象中，婚姻只有浪漫，而对于刚工作1年的我来说，考虑现实会多一些。我当时有考虑过几个问题：我是否准备好了？我们是否有共同的目标？我是否能够承担起婚姻背后的风险和挑战？这都是我有考虑过的几个点。我想了很久，但最终因为结婚时机问题，我们没能达成一致，选择了分手。我想要的另一半是一位成熟知性的女生，在面对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2个人考虑得更加成熟和稳重，这段感情才会走得更远。相处中，如果我知道今天他工作会很忙，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去找他。在我看来，这样的不打扰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希望未来的你能读懂我特有的浪漫。如果有一天我察觉到你的小心思，你看这个很好看呢。我会先装傻。哪里好看？那再看看别的吧。然后我在趁你不知道的时候，偷偷回去买下来，给你一个小惊喜。如果我们吵架了，我会适当的示弱。第2天你会在公司收到我的一束花。下班时，我再带你去吃好吃的。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也许我们就会是最合适的一对。我们认为闪婚多快算闪？半年。哦，半年。半年。对。其实我觉得闪婚这个东西，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哦。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22号。我比较持中立的态度，因为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方法不一样。在这种快节奏的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一见钟情也是有的。短短认识几天或者几个月就领证了，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2号。男嘉宾你好，所以你觉得半年属于是很快的一个节奏了，是不是？对。那如果你正常的一个谈恋爱，你觉得到可以结婚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应该多长时间呢？1年。我定义的闪婚是差不多1个月就可以结婚，然后我以前是一个恐婚的人，但是现在的状态是渴望婚姻的，并且可以接受闪婚的。对，就如果是一见钟情，或者是觉得3观很正，可以生活的话，其实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也是可以2个人缘定终生的。我觉得稳定的婚姻需要有爱情，也需要有面包。4号。男嘉宾你好，那么你提到了这个物质基础的话是怎样的呢？具体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双方都有成熟稳定的工作，然后这是第1点。第2点，可能我们不会为了一些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烦恼，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每个月可能入不敷出。再考虑到结婚、成立一个自己的小家，未来有一个小孩，那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有房有车有存款，对吧？那么你需要多少年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我现在已经达到了。好的，谢谢。2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有留意到你说你的工作很忙，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在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她因为你长时间工作没有时间顾及到她，她生气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哄她呢？首先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工作，对吧？然后当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她，我最近可能会有一个项目，大概会忙2到3天。等我忙完了，我一定会去带你吃好吃的，我们去逛街，都没问题。我相信她爱我，一定会理解我。挺好的。2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未来的女朋友和你不在一个城市，你如何来权衡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我可以去尝试
在你的城市找一份另外的工作都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有商讨，要有规划。给你点赞啊！你跟女朋友吵架了，你会把花送到她公司去，为什么不直接当面送给她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跟女朋友吵架了，你会把花送到她公司去，为什么不直接当面送给她呢？其实当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可能他不回我消息，你说再多，他还会再生气。那这个时候我送到他公司，同事看到，哎，你今天收到一束花了，我的女朋友可能会嘴上觉得无所谓，心里肯定会很开心，因为大家的目光都投到这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说，花收到了吗？别生气了，对吧？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觉得他应该会同意的。他还挺懂的，也挺会的。最后一个问题，江淑琴。如果现在让你选择有一个女生长得很知性干练，但她内心很小女人，还有一个女生呢，外表是娇小可爱的，但是她内心很大女人，很干练，你会怎么选呢？其实成熟本来就是一个内在和外在的，你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很成熟，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可以对我撒娇，但是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独立一点。现在留灯的是20号、22号，有请20号、22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3号。哇。房号的智推女生是也已经在台上了。智推女生是23号李翠怡。我愿意化作淋雨这风藏雨的一杯。男生积极阳光，感性有型，爱美食，爱甩汗，是一个努力拼搏又善良可爱的大男孩。感情当中享受与另一半身体和灵魂的链接，很会给另一半小惊喜、小浪漫。女生健谈活泼，热爱运动，内心传统且能量满满，有明确的底线。两个人的价值观高度重合，年龄和硬件条件也都非常合适。都喜欢生活中的仪式感，是相互欣赏、彼此成就的一对互补型的恋人，供两位参考。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董星河，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的爱好，你选一个。我的爱好。来看一条短片。我喜欢唱歌，没事就会跑到 KTV 去一展歌喉，一起来听一听吧。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还会参加校外的一些比赛。然后呢，我还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拉布拉多，今年2岁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狗狗在一起，陪它玩，陪它闹，陪它一起长大。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李翠怡，观察人群，球类爱好者，我的宝贝。球类爱好者。打了11年专业排球，5年羽毛球，3年橄榄球，2年躲避球、乒乓球。是实实在在的运动健将。江淑琴，在意的表现，小惊喜，理想的他，理想的他，希望能给到最够的情绪价值，温柔，有责任心，有担当，不要大男子主义的男生。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我其实挺讨厌独处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粘人的人嘛，所以我更希望男生能经常陪在我身边。我跟那个
旁边这个女生其实差不多，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身边有朋友在一起。我独处的时候喜欢听歌，而且反复听一首歌。好，谢谢女嘉宾。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坚持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哇！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构成了是你的。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